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ff。今年的 H1B 工作签证抽签的结果出炉了。今年的中签率比起往年低了很多，不到15%。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也都没有抽到。对于在美国工作的人，或是想要来美国读书工作的人来说呢，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话题。所以今天就来聊聊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年的中签率如此之低，以及美国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是否有应对方案呢？那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影片啦。那这边先帮大家复习一下什么是 H1B， 详细内容呢可以透过资讯卡去看我之前做过的这支影片。H1B 签证呢是美国发给在该国从事专业技术类工作人士的签证，属于非移民签证，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。这种签证呢必须由雇主出面为申请人申请，且申请人的雇用申请书呢需要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批准。每年 H1B 签证发放85000个名额，其中2万个优先名额属于研究生或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受益人，而另外65000个名额呢，则属于大学生或者没有获取优先名额的其他受益人获取。H1B 签证持有者呢，可以在美国工作3年，然后可以再延长3年。6年期满后，如果签证的持有者身份还没有转化的话，就必须离开美国。而大家也知道，如果你在美国读属于 STEM 的学位，你会有3年的 OPT， 也就是说你会有3年的时间来抽 H1B。以往来说呢，硕博士研究生的中签率大概在30%到40%，理论上3次抽签呢有很高的几率可以抽到，但今年中签率却低至不到15%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2022年，也就是去年，参与抽 H1B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23财年的 H1B 抽签申请创了新高。2022年呢，也就是2023财年，移民局一共收到了483927份网上的注册申请，只进行了1次抽签，总共抽取了127600份的注册申请，中签率大约是26%。今年呢，2023年，也就是2024财年，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，拜登政府表示呢，已经找到证据表明，数十家小型科技公司呢串通一气，增加外国员工抽中 H1B 工作签证的概率。美国移民局表示呢，发现少数公司为同一申请人提交了多个抽签名额，其目的呢就是人为的提高他们抽中 H1B 的机会。所以这可能就是一门你付钱给某些公司，请他们造假职位帮你多抽 H1B 的生意。那我有听过递交了11份抽签，最后抽到3个 H1B 的故事。当然，我是完全不鼓励这种事情的。而移民局称呢，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导致今年的 H1B 需求达到历史新高，约有78万个名额参加了抽签，争取获得每年85000个的 H1B 签证。今年约有35万名 H1B 签证申请人递交了1次抽签，而去年这个数字约为307000人。大部分重复抽签的名额呢，是由少数几家相同的公司提交的，约有96000人多次重复提交了抽签名额，总计约有408000份。意思就是这些人呢，一个人就交了4份 H1B 的抽签申请。而数据表明呢，来自印度的受益人呢，足足占了总数的74.1%。中国排名第2，受益人是占总数的12.4%，一共780884份的注册，这个数字呢大约是4年前的2.8倍。有效注册呢为758994份，而多抽注册呢是40万份8891份，是4年前的14.5倍。而目前第一轮的 H1B 抽中了110791份，低于前几年的抽中数。截止现在呢，整体的中签率仅为14.6%。而为什么今年和去年都抽出超过8.5万的10几万个名额呢？我们接着解释。什么是海底捞呢？ H1B 一年会发放大约85000个工作签证，但抽中的人如果因为各种原因，像是重复抽签，最后选了其中一个，或是被移民局 reject 等等，没有 file 的话，就会有缺额的出现，所以就会进行第2次甚至第3次的抽签。这个2次抽签的步骤呢，就被戏称为海底捞。如果你是第一轮没有抽到的人呢，还可以寄望于几个月之后的海底捞，有可能低几率被抽中。但去年呢，只进行了3月的1次抽签，因为根据前年的资料，在前年3轮一共抽中了12.5万的名额，扣掉没有 file 被 reject 等等的这些人，最后达到了预期的大约8.5万。所以呢 ，USCIS 呢去年就直接抽了12.5万。希望一轮抽签呢就可以直接发放足够的85000个名额，而今年也是类似的状况，第一轮抽了约10几万的名额，
当然，如果最后还是有缺额的话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最后通过的名额不满8.5万的话，就还是有可能会有海底捞的2次或是3次抽签发生。再来呢，回到重复抽签的讨论。虽然呢，外国工人让多家公司代表他们提交抽取工作签证的申请呢，在技术上是不违法的，但是提交申请的公司必须证明，如果工人获得签证，他们会为相关员工提供真正的工作。同时，提出多个 H1B 的申请呢，可以分成下面2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由同一个雇主、同一个员工、同一个工作性质的工作，同时递出多个 H1B 的申请，而这种申请是行不通的。为了增加 H1B 名额的中奖几率呢，大家都各出奇招。有很多人就想到以 duplicate 的方式提出申请，也就是说，同公司、同职位、同一个人重复提出多个 H1B 的申请，但是这是移民局所禁止的。移民局呢，对于重复提出多个相同 H1B 申请的案件呢，会拒绝第一个 H1B 的申请，而第2个或以上的 H1B 申请呢，则会在收申请费后再拒绝其后面重复申请的 H1B。所以千万不要为了增加中签几率而重复提多个 duplicate 的 H1B 的申请，以免因小失大。所谓的 duplicate 呢，包含修改薪水啊、小幅更动工作内容等等。其2是不同的雇主为你提出 H1B 的申请，你可能有1个以上的雇主愿意给你 offer， 并为你提出 H1B 的申请。有时候很难抉择该为哪一个雇主工作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可以考虑同时提出 H1B 的申请。当然，你的申请费也要付2份，看哪一个被抽中及批准了，再决定为哪一个雇主工作。这里举个例子，小明呢，他同时拿到了2个 offer，2份工作都很吸引他，让他无法取舍。面对 H1B 名额的问题呢，小明决定2份工作一起提出抽取 H1B 的申请，等抽中批准了之后呢，再决定去向。在这边呢，小明的操作就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获得签证的公司随后迅速将1名员工外包给第3方，或是解雇持有签证的员工，以便他可以更换公司呢，这可能就构成了诈欺。其中呢，一些公司成立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提交重复的签证抽签申请。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的一位官员有说过，这些公司呢已经被移交给联邦执法机构，可能受到刑事起诉。虽然一些重复的申请呢是在3月底政府进行的抽签中选出的，但是有官员们希望取消那些有欺诈行为的签证申请人的资格。如果有足够多的申请被拒绝，政府可能会进行第2次抽签，那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海底捞，以达到国会规定的85000个签证名额的上限。所谓的 H1B 签证制度被滥用呢，是川普政府对 H1B 签证发放方式进行改革的后果。这项改革呢，也被拜登政府所保留。在2020年之前呢，要进入抽签，公司需要提交大量的申请资料，并支付数千美元的费用，以证明他们提供的工作以及员工的资格。但是呢，从2020年开始，潜在的申请人呢，只需要将他们的名字提交到新版注册系统，并支付10美元的费用即可。更新后的系统呢，本来是为了帮助参加抽签的人和公司省钱省力，所以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很多人重复提交了抽签，人均提交4份这件事情，因为成本降低了很多嘛。但是也有一些业内人士有提出警告说，新系统呢和低廉的注册费降低了参与抽签的门槛，这也导致了很多不合规定的行为出现。政府提议呢将注册费提高到215美元。而这一个变化呢，可能会在明年生效。相关机构也表示呢，计划制定法规，以防止更多的诈欺行为发生。最后呢，想要给大家一些建议，关于抽 H1B， 如果你有能力拿到多个 offer， 让多家公司帮你抽签的话，无论这些公司是否知情你多抽，你都是没有违法的。这个方案是可行的。但如果你花钱购买了虚假的抽签，尤其是参与了2023年的抽签的话，你现在已经违法喽。移民局已经正式通知 FBI 立案调查了。目前没有人能预测这件事情的结果会是怎么样，也许抓不到你，也许抓住了，但是惩罚很轻，也有可能除了你的 H1B 申请被拒绝之外呢，还会被遣返回国。所以呢，也希望未来参与抽签的人不要花钱买抽签，因为后果可能真的不堪设想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小额赞助我，让我有更多动力制作新影片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我是 Jeff，Peace。